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夜色沉沉，林家大厅内摆满了白色的菊花，香烛燃烧出的烟雾在空气中弥漫，带着一股淡淡的檀香味，像是亡者尚未散去的气息。灵堂中央，祖母的遗像端正地摆放着，照片上的她慈祥地微笑着，可林夕总觉得那笑容似乎带着一丝未尽的遗憾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空气里死寂一般的安静，唯有墙上的老旧挂钟哒哒的走动，每一下都像是心脏被慢慢攥紧。时间指向深夜11点，家人们在客厅低声交谈，神情凝重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。林夕坐在灵堂前，望着燃烧的蜡烛，心头莫名地涌上一阵寒意。他的目光移向桌上的一只旧瓷碗，里面装着一碗白饭，插着一双直立的筷子，这是外婆生前最爱吃的饭菜，家里人按照习俗供奉，等待她在头七之夜归来。希儿母亲轻声唤她，眼里藏着些许不安。还记得你奶奶走之前说的话吗？林夕点点头，脑海中浮现出祖母临终前紧握她的手，干枯的手指用尽力气抓住她，低声呢喃，头七之夜，奶奶会回来看看你们，不要害怕。她不想害怕，可是这寂静的夜晚却让他有些喘不过气。突然，一阵突兀的风从门外灌进来，门帘无风自动的轻轻摆动，像是有人站在那里，只是所有人都看不见。蜡烛的火焰微微晃动，投下摇曳的影子，仿佛有看不见的身影正悄然靠近。狗突然狂吠起来，朝着屋内某个方向低吼，那是一种不安的警示。林夕心头一紧，猛地抬起头，正好看到供桌上的筷子微微倾斜，像是有什么东西碰过。他的指尖泛起一阵凉意，心跳不自觉地加快。他不敢回头，可是耳边仿佛有一道轻轻的叹息声，在夜色中悠悠地飘散开来。他回来了。屋内的空气变得异常沉闷，仿佛四周的温度都下降了几度。林夕屏住呼吸，望着那微微倾斜的筷子，心脏不受控制的狂跳。桌上的白饭上隐隐约约有个凹陷，就像是有人尝过一样。母亲的脸色苍白，她伸出手轻轻扶正筷子，低声呢喃，妈，你真的回来了啊。话音刚落，蜡烛的火焰猛地跳了一下，墙上祖母的遗像微微晃动，像是回应着母亲的话。林夕感到后背一阵发麻，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抓紧衣角，余光瞥见弟弟阿浩死死盯着供桌，嘴唇微微颤抖，杰他的声音细小的几乎听不清。你刚刚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林夕心里一紧，嗓子像是被什么堵住了，只能勉强点头。那声音不大，可是清晰，像是从走廊的尽头传来，一道轻轻的脚步声，缓慢却沉重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他们的心头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林家的人全都屏住了呼吸，望向长长的走廊尽头。走廊的灯光昏黄，微微闪烁，像是随时都会熄灭。那里有一道门，正是祖母生前的房间，门紧闭着，可门前的门帘却在轻轻摆动，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缓缓地掀开它。林夕的指尖几乎要陷进手掌，他想开口，却发现嗓子干得发不出声音。下一秒，狗猛地狂吠起来，扑向走廊，却在距离门口还有几步之时陡然停下，尾巴夹紧，浑身炸毛，低低呜咽着，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林夕的心脏猛然收紧，他在看什么？他的目光颤抖地顺着狗的视线移动，落在祖母房间的门上。那扇门依旧紧闭着，可是门底的缝隙下影影绰绰，透出一丝模糊的影子。那影子静静地立在门后，投映在微弱的灯光下，形状清晰可见，一双瘦削的脚，苍白而僵硬，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林夕屏住了呼吸，手指悄然抓紧了弟弟的手臂。阿浩的身体微微颤抖，手心冰冷如冰。母亲的声音在死寂中响起，几乎是用尽全力压低着恐惧。妈，是你吗？死一般的寂静，没有人回答。下一秒，砰，门突然自己开了一道缝隙，一股森冷的空气涌了出来，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檀香味，像是某个已故之人
刚刚从黑暗的世界走来门缝内，是深不见底的黑暗。母亲的手微微颤抖，她的唇蠕动了一下，似乎想要说什么，却终究没有开口。林夕的心跳如雷，他死死地盯着那道缝隙，却忽然意识到那投在地上的影子刚才还静静地立着，而现在他正在缓慢地移动，正在朝着门外，朝着他们一步一步地走来。门缝中的影子缓缓挪动，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拉扯着朝门外靠近。屋内的空气仿佛凝固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生怕惊扰了什么东西。突然，母亲猛地抬手，将门砰的一下关上，手掌因用力过猛而微微颤抖。她的脸色惨白，声音低沉而急促：今晚谁都不准开这扇门。屋内一片死寂，林夕的心仍然狂跳不止，耳边仿佛还回荡着那道轻轻的脚步声，似远似近，像是有人站在门后静静地等着他们。蜡烛的火焰在寂静中微微摇曳，投下斑驳的影子。林夕强迫自己收回目光，低头看着桌上的贡品，却突然发现那碗白饭上的筷子不知何时竟然倒了下来，散落在桌面上。他的呼吸猛地一滞，心底泛起一股莫名的不安。怎么会？他低声喃喃伸出手想要扶正筷子，可就在指尖即将触碰到时，他猛然停下了动作。在倒下的筷子旁，碗壁上竟然留下了一道清晰的指印，指印干瘦而深陷，形状清晰，仿佛一只枯槁的手曾经按在碗上。一瞬间，林夕的后背窜起一股寒意，血液仿佛瞬间冻结。这碗饭真的有人碰过？是奶奶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？他的手指微微颤抖，想收回，却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一只小镜子，镜子啪嗒一声摔在地上，滚了几圈，镜面朝上。屋内的烛光在镜面上晃动着，倒映出周围的一切，供桌、香烛、灵堂，还有他自己僵直的脸庞。但下一秒，他的瞳孔猛地一缩，镜子里，他的身后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。那影子瘦削佝偻，头发凌乱，脸部被黑暗笼罩，看不清楚轮廓，但他能感觉到那双看不见的眼睛正直直地盯着自己。他的呼吸瞬间停滞，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般，动弹不得。他猛地闭上眼睛，心脏狂跳，耳边只有血液在鼓膜间轰鸣的声音：别看，不要看。脑海中有个声音在警告他。1秒、5秒、10秒，他屏住呼吸，死死攥紧拳头，直到指甲嵌进掌心。疼痛让他的意识稍微恢复了些。深吸一口气，他猛地睁开眼，强迫自己再看向地上的镜子。那影子已经不见了，镜子里只有他自己苍白的脸。他猛地站起身，后退了几步，心跳几乎到了喉咙口。安浩被他的动静吓了一跳，赶忙问道：姐，你怎么了？林夕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他的目光下一时的扫向四周，却发现家人们都没注意到刚才的异状。难道只有他能看到那个影子？母亲见他脸色不对，皱眉问：希儿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林夕想说不是，可嗓子里像堵了一块石头，只能勉强点头。母亲叹了口气，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，时间已经快要过午夜了，今天大家早点休息，灵堂这边由我守着。母亲揉了揉额头，声音透着疲惫：头七最重要的是让你奶奶安心离开，安心离开。可如果那个他真的回来了，为什么不说话？又为什么在镜子里露出那样的影子？林夕的心头被一层厚厚的不安笼罩，他沉默地走回自己的房间。路过走廊尽头时，余光忍不住瞥了一眼那扇被紧紧关闭的房门，门前的地板上撒着家人特意撒下的白色米粉，用来观察亡者是否归来。可现在那片米粉上赫然出现了一串凌乱的脚印，而他们的方向是从房门内走出来的。夜深了，屋子里一片寂静，唯有墙上的挂钟在黑暗中哒哒地走着，节奏沉缓，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拨动着命运的齿轮。林夕躺在床上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房间里只有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将影子拉得斜长。他的耳朵贴着枕头，却始终听不见自己的心跳。
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死寂无声。可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却越发明显，他的指尖微微颤抖，思绪回到刚才的米粉脚印，那痕迹凌乱交错，似乎不止一双脚印，而是有人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过。他不敢细想，甚至不敢再去确认房门是否关紧了，只能强迫自己闭上眼睛，企图让意识沉入梦境。然而就在他快要睡过去的时候，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道极轻极缓的声音。希儿那声音微微发颤，低沉而苍老，带着熟悉的温度，是奶奶的声音。林夕的后背瞬间泛起一层细密的冷汗，手指死死攥紧了被子。他听错了吗？房间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窗外偶尔传来几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。他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，脑子里浮现出母亲曾经的告诫：头七之夜，如果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，不要回头。可那是奶奶啊！林夕咬紧牙关，告诉自己不要害怕。可那声音又一次响起了，比上次更近了一些，几乎就在他的耳边。希儿，是奶奶啊！他的呼吸猛然一滞，指尖瞬间冰冷。那声音的确是奶奶的，可是为什么听起来有些不对劲？它不像是从门外传来的，也不像是从梦中浮现的幻听，而是仿佛就站在他身后，在他的枕边，轻轻地唤着他的名字。林夕屏住了呼吸，手指慢慢攥紧了被角，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。回头吗？他的喉咙微微颤动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可嘴唇却怎么都张不开。耳边那道声音又近了一步，几乎贴着他的耳朵，带着一丝沙哑。你不想见见奶奶吗？林夕的指尖死死抓紧被单，指甲几乎要嵌入布料之中。他想说话，可是喉咙像被无形的手握住，只能不断地在心里告诉自己，不能回头，不能回头。时间仿佛被拉长，每一秒都漫长的像是几个世纪。嘎吱，床边的木地板突然响了一下，那声音极轻，却在死寂的夜里如同一道惊雷。有人站在他床边。林夕的呼吸急促起来，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。他拼命告诉自己，千万不能回头，不能去看，不能去回应。可耳边的声音却变得更为急切，那低低的呢喃里竟然带着一丝隐约的哭腔。希儿，奶奶真的想见你一面，你怎么不看奶奶？林夕的指尖微微颤抖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。那是奶奶啊，他从小最亲近的人。可如果真的是奶奶，为什么声音听起来那么陌生？为什么他会在这深夜里用这种诡异的语气站在他的床边？他死死地闭上眼睛，拼命让自己镇定，心跳却越来越快，甚至连呼吸都开始不受控制地急促起来。希儿，你不看看奶奶吗？那声音越来越近，带着一丝近乎哀求的意味。下一秒，啪，房间的灯突然亮了。林夕猛地睁开眼睛，整个身体僵住。门口站着母亲，手里还握着刚打开的电灯开关，脸色惨白，双眼惊恐地望向他的床边。林夕顺着母亲的目光，缓缓地看向床边。床边空无一人，可是地板上有一串清晰的脚印，湿漉漉的，从门口一直延伸到他的枕边。母亲的脸色惨白的几乎没有一丝血色，她哆嗦着嘴唇，声音低的几乎听不见。希儿，你刚才有听到什么吗？林夕的喉咙微微颤抖，想要说话，可是当他的目光落到那串湿漉漉的脚印上时，他的整个思维都仿佛停止了运转。那些脚印是倒着的，仿佛某个东西刚才一直站在他床边，而当灯亮的瞬间，他才悄然地倒退着走回了黑暗之中。林夕的呼吸急促，盯着那串倒退的湿漉漉脚印，内心的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死死地攥住了他的喉咙。他不是走进来的，而是刚刚站在他的床边倒退着回去的。母亲也看到了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嘴唇颤抖着，仿佛想要开口，可最终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死死抓住林夕的手腕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掐入骨头里。妈，林夕的声音沙哑，眼里透着惊恐。奶奶真的回来了吗？母亲没有回答，眼神却落在了地板上。她颤抖着走上前，蹲下身子，
仔细查看那串脚印，每个脚印都湿润，边缘略有些模糊，仿佛是从一个潮湿的地方走出来的，像是河水浸湿的足迹，又或是某个阴冷潮湿的地方。母亲的指尖微微颤抖，她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猛地起身，低声说道：“去灵堂。”林夕不敢多问，跟在母亲身后走向灵堂。大厅里，蜡烛的光焰已经微微摇晃，供桌上的香燃了一半，烟雾袅袅。祖母的遗像依旧摆放在中央，慈祥地微笑着。然而，桌上的饭碗空了。林夕的心猛地一沉，饭呢？母亲的声音有些发颤，她伸手去摸那只空碗，碗底有些微湿，透着诡异的凉意。明明没有人动过贡品，可饭碗却被清空了，甚至连1粒米都没剩下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的风呼地吹了进来，卷起一张泛黄的纸片，像一只被风卷起的蝴蝶，轻轻地飘落在供桌上。那是一张旧纸条，泛着微微的黄，像是被时间侵蚀过的古旧信件。母亲僵硬地伸出手，捡起纸条，目光在昏暗的灯光下扫过。林夕看到母亲的脸色在一瞬间彻底变了。妈，怎么了？他忍不住问道，心脏如鼓擂动。母亲颤抖着将纸条递给他，林夕接过来，借着烛火的光芒，看清了纸条上的字迹，是祖母的笔迹，熟悉而瘦弱的字迹，上面只写了一句话：别信他们。林夕的呼吸瞬间停止，他的指尖微微颤抖，感受到一股彻骨的寒意沿着脊梁骨直窜上来。别信他们？谁？是奶奶在警告他们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？他猛地抬起头，望向灵堂上的遗像。那张照片里，祖母依旧在微笑，可在烛光的微微跳动下，林夕却生出了一种极度不安的错觉。照片里的祖母笑的好像比之前更深了一些，灵堂内的气息凝滞的仿佛连空气都变得沉重。林夕盯着那张纸条，心跳沉沉地敲打着胸腔。别信他们。母亲脸色惨白，眼神犹豫不定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深不可测的事情。她咬了咬牙，抬起头看向遗像，低声呢喃：妈，是你在警告我们吗？蜡烛的火焰微微摇晃，屋外的风仿佛带着某种低低的呜咽声，钻入门缝，在灵堂内回旋。这时，一阵细微的哒哒声从屋外传来，像是什么东西在地板上走动。林夕猛地抬头，朝门口望去，是一只黑猫。它蹲在灵堂门口，金色的眼睛在昏暗的烛光下闪烁着森然的光芒，死死地盯着供桌上的遗像。林夕心底泛起一丝莫名的战栗。猫，特别是黑猫，在民间一直被认为能看到人看不见的东西。在葬礼和头七这类时刻，最忌讳的便是猫靠近亡者，否则可能会惊扰亡魂，甚至招致邪祟。而此刻，这只黑猫的毛发微微炸开，像是在警戒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咕噜声。它在害怕什么？还是它看到了什么？母亲也发现了猫的异常，脸色骤变，连忙低声呵斥：走，赶紧走。但猫没有离开，反而缓缓站起身，弓起背脊，尾巴直直地竖起，目光紧紧盯着遗像。然后林夕看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，那只猫对着遗像猛地弓起身体，炸毛，低吼，像是在驱赶什么东西，像是在驱赶什么本不该存在的东西。空气似乎在这一瞬间变得冰冷，林夕的血液仿佛凝固，他的瞳孔微微收缩，心里猛然升起一个念头：奶奶的魂魄真的在这里吗？灵堂内的烛火陡然闪烁了几下，屋外的风猛地灌进来，吹得供桌上的香灰四处飘散。黑猫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，猛地跳起来，伸出爪子，朝着遗像方向狠狠一挥。啪！一声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夜里炸开，祖母的遗像被猫爪一下击倒，砸在地上，镜框裂开了一条长长的裂缝。林夕的呼吸停滞，母亲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几乎要跌坐在地上。他到底在干什么？母亲的声音发颤，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惊恐。黑猫依然死死盯着地上破碎的遗像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声，像是在警告着什么东西不要靠近。突然，供桌上的一根长香无风自断，啪嗒一声，
那根燃烧的香在供桌上裂成2截，火星四溅。母亲猛地倒吸一口冷气，香断了，这不吉利。她的声音里带着极度的不安。林夕僵在原地，瞳孔微缩。他想起了外婆生前曾说的一句老话：如果长香在头七之夜自行折断，说明不是家人回来了。他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。如果不是奶奶回来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在灵堂里，黑猫似乎察觉到了极度危险的东西，突然转身朝着灵堂门口狂奔而去，尾巴夹紧，消失在夜色里。林夕的心跳快得像是要炸裂，他缓缓地低头，看向地上破碎的遗像。照片中的祖母依旧带着那温和的笑容，但他却忽然觉得那笑容里透着一丝诡异的意味，不是温暖的慈祥，而是一种不属于人的隐秘的笑意。而在照片的玻璃碎裂处，他看到了另一样东西，一只模糊干枯的手印印在照片的角落，像是某个人曾用枯瘦的手指静静地触摸过遗像。林夕的指尖猛然收紧，心脏疯狂地跳动。奶奶真的回来了，还是有别的东西趁机混进来了？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林夕的视线死死盯着破碎的遗像，心脏不停地跳动，耳边回荡着那只黑猫低吼的声音。母亲依旧愣在原地，脸色苍白无比，眼神茫然。她抬起手，仿佛想说些什么，却终究没能说出口。妈，林夕的声音几乎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，沙哑而颤抖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奶奶回来了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母亲的眼神游离，她的双手微微颤抖。希儿，奶奶不该是这样，她的魂魄应该是平静的，应该安安稳稳地走向另一个世界。可是这个夜晚一切都不对。林夕心头猛地一沉，直觉告诉她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妈，您说过奶奶临终时跟你说过什么吗？林夕的语气变得紧迫，她生前到底说了什么？母亲的脸色依旧惨白，像是看见了什么无法言喻的恐怖景象，轻轻低下了头，喃喃道：她说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，头七之夜她会回来，但她也警告我不要轻易打开任何门。林夕的心一紧，脑海中一片空白。门？什么意思？母亲抬起头，目光茫然。她说，头七之夜，门的背后可能会有我们看不见的东西。她甚至让我注意，不要让任何陌生的灵魂进入家中。林夕不敢再听下去。陌生的灵魂？难道祖母的回魂不是为了探望家人，而是为了警告他们，防止某些未知的存在进入？突然，林夕的眼角瞥见了桌上的那张泛黄的纸条，上面写着别信他们。那是奶奶的笔迹没错，可她的意思却越来越难以捉摸。别信他们，她喃喃重复着这句话。忽然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，如果纸条真的是奶奶写的，那为什么警告她不要信他们？而如果这纸条不是奶奶的手笔，那又是谁写的？林夕转身，猛地从抽屉里翻出奶奶留下的信件。她打开其中一封，信纸泛黄，上面写满了熟悉的字迹。如果有人来找你，千万不要让他们进门。进门？难道奶奶早就预见了什么？她看向母亲，忽然感觉一种可怕的预感。妈，林夕的声音有些发颤，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什么？母亲的眼神变得模糊，她抬起手捂住了自己的额头，似乎在思索些什么。突然，她猛地睁大了眼睛。我知道了。林夕被母亲的反应吓了一跳。妈，怎么了？母亲的脸色如同死灰。我记得了，头七的前一天，奶奶给我托梦了，她告诉我门背后有一个人，那个不是他，但我没听懂，觉得是梦话，直到今晚才知道，他的声音几乎压抑着恐惧，是另一种东西。林夕突然明白了，母亲的这番话里透露出一个更加可怕的真相。他的脑袋像是被重重一击，眼前的世界仿佛突然间变得模糊不清。这个屋子里究竟是谁？他的心跳开始剧烈的加速，脑海中的念头乱如麻。妈，您说的是谁？我们屋里的人到底是谁？母亲用力闭了闭眼睛，缓缓说道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奶奶和我说，她并不属于这座房子，今天她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，可是
林夕的血液瞬间冻结。可是什么？母亲的眼睛充满恐惧。可是有人假冒她，穿上她的衣服，试图骗我们相信那个人是奶奶。那个人一直在屋里。林夕猛地转身，望向大厅的角落，那里的一切都看似平静，但他心底的恐惧却在蔓延。他突然想起房间内所有的细节，那串湿漉漉的脚印，那只黑猫的警告，门外的风，甚至那张破碎的遗像。他的喉咙干涩，仿佛被一只冰冷的手捏住，内心的恐惧如潮水般席卷而来。那么究竟是谁藏在这个屋子里，伪装成奶奶的样子？他正在慢慢接近。夜晚依然沉默，灵堂内的气氛愈加凝重，仿佛连空气都变得厚重，难以呼吸。林夕站在大厅中央，脑海中的思绪纷乱如迷雾，心跳不自觉地加速。他能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压迫感，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紧紧抓住他的心脏。妈，他低声呼唤，声音中带着恐惧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打电话报警，告诉警察这里可能有不速之客？母亲的脸色依然苍白，她的双手在空气中颤抖，像是抓住了什么，却又不敢说出口。不行，希尔，如果真的有人进来，那个人已经不再是人了。林夕的心脏骤然一紧，不再是人了。他不敢再多问，低下头去，偷偷地看了一眼周围的环境。虽然一切看起来都平静如常，但在他的眼中，这些熟悉的物品却突然变得陌生了。每一张照片，每一件物品，都像是一个谜，隐藏着未知的恐惧。是谁？到底是谁在屋里？突然，他的目光停留在窗外，月光透过窗帘缝隙洒进屋内，房间一隅的镜子因为反射着昏暗的灯光，他不由自主地走过去，轻轻推开窗帘。窗外一片死寂，只有风在轻轻地拂动树叶。但是当他把目光移向镜子中的倒影时，他的心脏猛地一跳。镜子里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，那身影并不明显，像是被阴影笼罩，模糊不清，但林夕却能感到他的存在，仿佛在暗中注视着他。他强迫自己不去惊慌，缓缓转过身来，却什么也没有看到。他的背后空无一物，但镜子中的身影却没有消失，他依旧站在那里。一股冷汗从林夕的脊背沿着脊椎骨滑了下来。妈！他急忙回头，想要喊住母亲，可母亲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异常，目光仍然无神地凝视着地板。林夕用力抓住母亲的手臂，妈，看，镜子里。他的话语戛然而止，因为母亲的表情没有一丝变化，仿佛他根本没有听到。妈，你看。林夕的声音有些失控，他猛地推开母亲，指着镜子，里面有人。母亲忽然转身看向镜子，眼神中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种深深的空洞与茫然。哪里？他低声问，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镜中的身影。林夕的心脏剧烈的跳动，镜子里的人影依旧清晰可见。他静静地站在那里，面目模糊，却渐渐地走向了镜子的一侧。林夕的脑海中瞬间回想起祖母生前的话，头七之夜，不要让任何陌生的灵魂进门。突然他明白了，那不是真的奶奶，那只是一个伪装的灵魂，一个试图让他们相信他的人。那人或许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他的手开始颤抖，渐渐明白了什么。他转身冲向屋内的各个角落，逐一检查着，心跳如雷，几乎要爆裂。他翻开每一份纸，查看每一处细节，拼命想要找出一丝破绽，直到他终于在一张奶奶的旧信封下发现了一封密封的信纸。信纸没有地址，没有日期，只有一行字：他们已经在你身边，不要轻信任何人，尤其是他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林夕的心再次颤抖，眼泪悄然滑落。他顿时明白了，那封信里的警告不是对外面的世界，而是对屋里的人。突然他的背后传来一阵冷风，灯光闪烁了一下，接着彻底熄灭。在黑暗中，林夕几乎可以听到自己加速的心跳声。他试图睁开眼睛，适应眼前的黑暗，但却发现眼前的景象变得异常模糊。然后他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，像是从深渊中传来，声音冰冷而阴森：你已经看到真相了。林夕他猛然回头，
却什么也没有看到，唯有黑暗，只有那道声音，像是从他的心底传出来的。你看到了，但永远无法逃离。声音渐渐消失，房间的温度骤然下降，仿佛周围的空气被冻结。林夕的世界开始旋转，所有的理智开始崩溃，然而他的内心却只剩下一个字：逃。然而无论他怎么跑，那声音都在他耳边，近得如同他自己的心跳，压迫得他无法喘息。林夕的脚步匆匆穿过昏暗的走廊，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在奔跑。他的脑海中充斥着那冰冷的声音，越来越清晰，仿佛从四面八方围绕着他，无法逃脱。你看到了真相，林夕，你永远无法逃离。他不敢回头，不敢停下。黑暗中的每个角落似乎都在伸出手，抓住他的衣袖，扯动他的脚步，仿佛有无数的手正从墙壁、地板、空气中伸出来，想要将他拉入更深的黑暗。他猛地推开了灵堂的门，声音嘎吱作响，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痛苦呻吟。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香火味，屋里一片死寂。他盯着眼前的照片，祖母的微笑依旧那么温和，可这次笑容里藏着无法言喻的恐惧。不对，林夕猛地顿住，嘴唇发白。他看到了桌上那只已经打翻的饭碗，里面并没有米粒，只是满满的一团湿漉漉的黑泥。他伸手想去碰它，却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，几乎失去平衡，心脏像是被一只铁手牢牢抓住。他感到自己呼吸急促，视线模糊，似乎整个世界在慢慢扭曲。奶奶，他喃喃低语，眼泪涌上眼眶。奶奶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你怎么不告诉我们真相？空气变得愈加冰冷，风声呜咽如鬼哭狼嚎。就在他感到一阵窒息，似乎连灵魂都要被压垮的时候，屋内的灯光突然亮了，咔嚓，光亮刺痛了他的眼睛。他一时间完全无法适应这突然的明亮，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捂住眼睛，但他仍然能感觉到光线中似乎隐藏着什么不对劲的东西。他猛地睁开眼睛，却看到灵堂的墙上，原本那张温和的祖母照片已经完全变了模样。祖母的面孔被扭曲变形，嘴角扬起了诡异的笑容，眼睛则完全变得空洞，仿佛从深渊中注视着他。林夕几乎要崩溃，想要转身逃跑，却发现身体像被铁链束缚住一样，无法动弹。他的心脏剧烈跳动，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，冷汗顺着他的脊背流下。你终于明白了。一个低沉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，声音冰冷，带着某种深深的讽刺。你看到的不是奶奶的魂魄，而是一直在你身边的她。他猛地回头，眼前空无一物，只有浓厚的黑暗。那声音却越来越近，环绕在他的耳边，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。他一直在这里，假冒奶奶，假冒所有熟悉的一切。你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然而你从未逃离。他开始狂乱的呼吸，胸口像是被压上了千斤巨石。他想说话，却只能发出模糊的声音。那个声音继续低语，你以为你看到了真相，但真相永远无法直视，只有更深的黑暗等待着你。突然，他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，沉重而缓慢，逐渐接近。他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，像是从阴影中走出来的鬼魂。林夕想要尖叫，可他的喉咙像被堵住了，完全发不出声音。那道身影越来越近，最终停在了他的面前。他抬起头，看着那张扭曲的面孔，眼中充满了无尽的空洞和黑暗，嘴角带着那不属于人类的鬼笑。你终于明白，林夕，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无尽的冷漠。你看到了真相，却无法逃脱。回魂，永不结束。林夕的双眼突然变得漆黑一片，整个世界彻底崩塌，所有的景象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的黑暗，仿佛他永远被困在一个无法挣脱的深渊里。最后，他的意识完全消失，留下的只是那一句回荡在他耳畔的声音，似乎永远都不会停止。你已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头七的夜晚，林夕经历了无法言喻的恐怖与痛苦，他的灵魂最终消失在了那个无尽的黑暗中，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超生的存在。而那扇房门依旧紧闭，